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讲弗格森执掌曼联第三阶段，1993到1996年，这是坎通纳建立王朝以及9·2班的革命。那么持续做咱们的节目也需要一定的流量，所以感谢您的热推，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接上回书，咱们前面说到1990到1993年的意义是弗格森终于把曼联从一个多年没有联赛冠军的豪门重新带上王座。那么1993年夏天到96赛季结束的这3年，真正决定了曼联此后20多年的命运。弗格森先是将第一代冠军曼联推到巅峰，建立了以坎通纳为精神核心的坎通纳王朝，然后又亲手拆掉了那支冠军球队，把位置交给贝克汉姆、斯科尔斯、巴特、内维尔兄弟等等年轻人。但结果并不是曼联进入重建期，而是弗格森一边重建一边继续夺冠，这才是他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能够打造一支冠军球队，而是能够在冠军球队老化以前亲手杀死他，再造出下一支冠军球队。1993年夏天，刚刚夺冠的弗格森已经准备换代，这和正常的主教练想法截然不同。正常人都会想冠军阵容不能动，弗格森却恰恰相反。1993年7月，他从诺丁汉森林买下了21岁的罗伊·基恩，转会费达到375万英镑，也创造了当时英国足球转会费的记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当时曼联中场还有保罗·因斯，还有传奇队长布莱恩·罗布森还没有离队，可弗格森已经在准备下一代的中场领袖。基恩过来不是坐板凳学习的，他拥有弗格森非常欣赏的几种特质：凶悍、跑动能力强、比赛欲望极强、敢于承担责任，而且对于输球几乎无法容忍。之前老 K 看评论区有留言问我，老 K 你喜欢怎样的中场球员？我就跟弗格森一样，最欣赏这几种特质，一个字：比赛强度极高。几年之后，罗伊·基恩将成为曼联队长，但其实在93年夏天，弗格森已经开始把曼联未来10年的中轴线悄悄就已经搭起来了。93到94赛季，第一代弗格森的曼联达到巅峰。这一年的球队是弗格森执教生涯中最强硬、最成熟的一支球队，以至于每场比赛球队的阵容几乎已经达到了可以自动选出来的程度。门将舒梅切尔，后防线保罗·帕克、史蒂夫·布鲁斯、加里·帕里斯特、丹尼斯·埃尔文，中场坎切尔斯基、罗伊·基恩、保罗·因斯、吉格斯，锋线马克修斯·坎通纳。同样的，这支阵容通常被理解为4-4-2，但实际进攻的时候更接近4-4-1-1。不同的是，现在中场有罗伊·基恩和保罗·因斯同时提供跑动、对抗和对第二点的争夺，这是非常典型的早期弗格森的足球。速度、宽度、身体持续的压迫，再加上坎通纳提供其他英国球队所没有的创造力。这里老 K 也插播一句啊，我最喜欢的英超时代法国球员还有一位吉诺拉。坎通纳和吉诺拉，老 K 未来都会专门为他们制作纪录片。好，93到94赛季，同时还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变化，曼联开始实行固定号码，7号球衣交给了坎通纳，而这件球衣此前曾经长期属于布莱恩·罗布森。从此以后，坎通纳不只是曼联最有天赋的球员，他开始成为曼联的文化领袖。他最喜欢竖起衣领，走路带有一种近乎傲慢的气质，霸气十足。技术上呢，他又和传统英格兰前锋截然不同。他喜欢回撤、停球、做球、突然直塞，也喜欢自己进入禁区。坎通纳给当时强调责任、纪律和拼搏的曼联增加了此前久违的娱乐性和傲气。主教练弗格森提供秩序，罗伊·基恩来了，他提供战斗，而坎通纳提供的是我们曼联不仅能赢，而且我们比你们更加特别。于是曼联从上赛季拿到冠军，终于打破26年魔咒这种释放感，变成93到94赛季，他们不仅成功卫冕了联赛冠军，还杀入足总杯决赛。曼联已经从挑战者变成了大家追赶的对象。决赛面对切尔西，比赛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下半场，坎通纳连续罚进2个点球，随后马克修斯和布莱恩·麦克莱尔继续进球，曼联最终4-0大胜，由此完成了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联赛加足总杯的双冠王。而坎通纳本人也在这个赛季获得英格兰职业足球协会年度最佳球员，这是坎通纳王朝真正建立的时刻。但是弗格森也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这支球队在欧洲赛场表现并不够好，国内无敌不等于欧洲无敌。事实上93到96这3年，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主题就是曼联在英格兰本土越来越强，在欧洲却不断碰壁。
93到94，他们面对加拉塔萨雷，主场3-3，客场0-0，因为客场进球规则被淘汰。94到95赛季问题更加明显，他们在欧冠客场挑战巴塞罗那，结果输了个0-4。这场比赛后来被认为是弗格森在欧洲足球教育中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当时的欧洲赛事还有特殊的外援限制，因此门将舒梅切尔没有首发，坎通纳又处于停赛状态。但即使考虑这些因素，曼联仍然明显不适应巴塞罗那的比赛方式。巴萨能够控制节奏，保持球权之后又突然加速，而这些失败影响了弗格森后来对于曼联球队改造的判断。他越来越认为，仅仅依靠速度、身体、边路冲击和英格兰式的比赛强度，能够统治英格兰本土，却未必能够征服欧洲。而其中一个开始令他产生疑问的人，就是保罗·因斯。弗格森认为，因斯越来越希望成为向前进攻的明星中场，而不是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中场的纪律任务。此后的欧洲比赛和对利物浦的比赛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1年之后，弗格森将做出震惊英格兰的决定。1994到95赛季，曼联希望完成英超的3连冠，他们仍然非常强，但最大的竞争者变成了布莱克本流浪者。布莱克本拥有状态惊人的阿兰·希勒，而曼联则在1995年1月完成了另一笔震动英格兰的交易，安迪·科尔加盟曼联。这是从纽卡斯尔联队买来的，交易价值创造了当时英国纪录，而基斯·吉莱斯皮则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前往纽卡斯尔。安迪·科尔很快证明了自己的射门能力。1995年3月，曼联9-0狂胜伊普斯维奇，科尔一个人就打进5个球。看起来一切仍然会属于曼联，但是发生了整个时代中最大的转折。1995年1月25日，坎通纳事件。3天以前，曼联刚刚1-0击败了争冠最大的对手布莱克本，唯一进球的正是坎通纳。当时他已经在21场联赛攻入了12个球。但1月25日，曼联客场面对水晶宫，当时水晶宫的后卫理查德·肖在比赛中对坎通纳进行了全场死缠烂打一样的贴身防守，频繁的各种小动作。当比赛进行到第48分钟，坎通纳在一次拼抢中没有能控制住情绪，对理查德·肖实施了报复性的踢人，主裁判当场出示红牌将他罚下。于是在曼联教练组成员的陪同下，坎通纳低头走向了球员通道。此时一个20岁的水晶宫球迷马修·西蒙斯从看台高处冲下11级台阶，跑到距离广告牌最近的前排，对着坎通纳高喊带有极强的种族歧视和人身攻击的脏话。他骂的是滚回法国去，你这个法国杂种。坎通纳瞬间被激怒，他突然摆脱了身边工作人员的拉阻，直接越过场边的广告牌，双脚离地横身飞向看台，以一记震惊全球的中国功夫飞踹袭击了那名球迷，一脚狠狠地踹在西蒙斯的胸口，紧接着起身后又连续向西蒙斯挥了好几拳，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极度的混乱。水晶宫的球迷们被震惊了，也被激怒了。随后坎通纳立刻被工作人员强行拉走。这次事件在英国乃至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老 K 记得当天晚上在中国大陆看体育新闻，把大家惊得合不拢下巴。坎通纳因此遭遇了体育界和法律界的双重重罚，曼联率先对他开出禁赛到赛季结束的罚单，随后英足总将处罚追加为全球禁赛8个月，并处以巨额罚款。时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雅凯剥夺了坎通纳的国家队队长袖标，而且此后各项大赛国家队再也没有招过坎通纳。这另外一方面间接促成了齐达内成为后来法国队的新核心。而在法院，坎通纳因为袭击罪最初被判处2周监禁，经过曼联团队的上诉，后来减刑为120小时的社区劳动。但挑衅的球迷西蒙斯同样遭到了起诉，被判处500英镑罚款，限制进入球场，并因为在法庭上袭击了控方律师而被判入狱24小时。事情发展到难以控制的最恶劣的情况。但真正影响曼联历史的是弗格森随后做出的选择。当所有人都觉得坎通纳在英国已经完了，弗格森却选择力保。当事情发生以后，英国媒体掀起了巨大争议，卖掉坎通纳甚至让他离开英格兰，一切都成为可能。弗格森最初自己也极为震惊，但冷静之后，他判断如果曼联放弃坎通纳，损失的不仅是一名前锋，而是整支球队的精神核心。所以弗格森选择保护自己的球员，同时要求坎通纳承担处罚。曼联没有解约，
甚至在禁赛期间和坎通纳续签了合同。在事情发生后3个月，1995年4月，坎通纳和曼联续约3年。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1995年夏天，事情再次失控。由于有关部门对坎通纳禁赛期间参加了训练比赛的问题继续提出异议，坎通纳越来越失望，并提出要主动离开曼联。弗格森这时候意识到电话已经没有用了，他决定亲自去巴黎。1995年8月，弗格森前往巴黎和坎通纳会面。仅仅一次面对面的长谈之后，坎通纳撤回了离队申请，决定返回曼联。而为了避开媒体的追踪，为了防止媒体发现会面地点，弗格森甚至坐上了坎通纳律师的摩托车后座，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前去赴约。这个故事非常能够说明弗格森管理球员的方式。对于绝大部分挑战自己权威的人，他可以极其残酷，但对某些球员，他并不是采取同一种管理方法。他知道坎通纳需要的不是公开羞辱，而是信任，所以没有将坎通纳作为普通球员来处理。这也许是弗格森整个执教生涯最成功的一次危机管理。故事还有浪漫的另一面。在坎通纳飞踹球迷事件发生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无数的闪光灯和记者的长枪短炮，坎通纳只留下了一句充满着禅意和讽刺的足坛历史第一名言。他说，海鸥跟着拖网渔船飞行，是因为他们以为沙丁鱼会被扔进海里。随后坎通纳什么都没解释，站起来起身离去。 When the seagulls follow the trawler, it's because they think sardines will be thrown into the sea. Thank you. 这句话暗讽了媒体就像贪婪的海鸥，只会围着制造新闻的渔船寻找腐肉。多年后，坎通纳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时刻，我踹他，因为他是个法西斯。哈哈，这句说的老 K 竟然觉得好有道理。但是另一边，在坎通纳禁赛以后，曼联却仍然在拼搏，他们拼到了最后一天，但缺少了那个能够在僵局中突然创造些东西的人，影响越来越明显。坎通纳缺席以后，曼联先后在埃弗顿和利物浦输球，又在托特纳姆热刺、利兹联和切尔西身上丢掉了关键积分。进入到最后一轮，布莱克本领先曼联2分，曼联净胜球占优，因此只要自己取胜，同时布莱克本不赢，冠军就会回到曼联。可戏剧性的一幕真的出现了，布莱克本先是客场1-2输给利物浦，也就是说曼联只差1个球。他们当时与西汉姆联1-1，最后阶段曼联疯狂的进攻，但是西汉姆联的门将卢德克·米克洛什科不断的完成神扑，比分最终还是1-1。积分榜，布莱克本89分，曼联88分，整整一个赛季的努力，最后只差1分。而这时候他们仍然有机会保住另一个冠军。1995年足总杯决赛，对手是埃弗顿，可是对方保罗·里德奥特攻入了全场唯一进球，0-1，曼联又输了。于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1994年他们还是双冠王，可1995年联赛第2，足总杯也是第2，几乎相同的一支球队1年内从双冠王变成了0冠军。弗格森开始相信第一代冠军曼联已经到达必须更换的时候。1995年夏天，弗格森做出执教曼联以来最疯狂的一次决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当时许多曼联球迷完全无法接受。他连续送走3名最重要的球员，保罗·因斯离开曼联加盟国际米兰，他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黄金年龄，是英格兰国家队主力，也是曼联中场最有名的球员。马克修斯离开曼联加盟切尔西，这可是弗格森第一代冠军球队的重要中锋啊，也是91年欧洲优胜者杯夺冠的功臣。还有安德烈·坎切尔斯基离开了曼联加盟埃弗顿，这可能是当时英格兰最危险的右边锋。关于他离开的故事，前面老 K 也说过，倒不是曼联想卖，而是他的经纪人确实像教父电影一样威胁弗格森，威胁曼联的主席，甚至放出狠话，你们如果不放人，就等着横尸街头吧。这俄罗斯来的跟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可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于是3名成熟的主力球员一起走了，然后大家等待弗格森准备买谁，结果的答案却是没有任何重大引援。弗格森正准备把位置交给自己的孩子们。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感谢您的点赞，感谢您的热推和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